大家好，我是大头。今天这期视频给大家带来这款 UT 出品的毒刺，这也是我今年最期待的产品之一了。这次有幸拿到测评件，赶在大货前呢，赶紧给大家录一期视频。今天也是重点讲一讲它人变车这个变形的过程。所以这期视频呢，咱们就先从变形开始。变形前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，就是这款配件的轮椅搭载。正确的佩戴方式应该是这两处凹槽朝上，然后内侧这边有块像逗号一样的零件，它是朝左侧。选中好这块零件，它是搭载在人形的右侧的后方。因为收到测评件的时候，这款零件是分开的，它不是一体的，所以这边要特别给大家注重一点。好，这边安装好之后，给它旋转180度，转到正确的位置，然后再把它根据双动关节给它推到底。两边都变好之后，大概就是这个样子了。然后再把它这每一个轮次给它收纳进去。说实话，这个轮次非常容易掉，它是个别几个比较松，也不是说所有的，大家可以自己用一点工具给它加固一下，应该是没问题的。好，四个都给它收纳进去之后是这个样子的。然后我们再把它四个轮子给它转到正确的位置。这边我的习惯是四个都统一是凸起凹槽在同一水平面上，这样子就比较方便。然后两侧在左右对称的给它扣合，变好之后大概是这样子，我们先给它转下去。好了，现在开始正式人形的变形。第一步先解开两侧领口的造型件，然后再把前修的盖板给它打开。再把两侧这块零件给它往下转，再往上折叠。另外一侧也是一样。这一步把它的头往前伸，再往上抬，做一个抬头的动作，进行一个零件的避让，把两侧领口的零件给翻出来，最后再把头归位就可以了。下一步解开两侧腰部的卡扣。这两处卡扣主要作用就是锁定背包的。解锁后可以看到它整个车的车顶盖全都收纳在了背包里面，属于非常经典的 UT 式变形了。我们把视角拉到后方，把上方的凸起跟下方的凹槽结合，然后把大腿根部的造型件往下避让，把侧腰的两块盖板给它翻折过去。这一处变形有点不太好的地方，就是需要用到零件的韧性，给它挪开后转到前方，卡扣盖住。车顶这一块可以看到中间有两处凹槽，它内侧是有两处凸起，给它顶上去。好的，变好之后，我们把视角往上挪，移到车头的底下。首先，我们先把手臂的根部打直打正。因为我有点强迫症，所以这边手臂我也给它打直了。下一步解开前臂的卡扣，再根据滑槽往上滑，再把他的手往下转避让，旋转180度，再往下扣。视角移到后方，后方也是有个凸起凹槽可以结合。下一步再把前侧的造型件往回收，然后再把侧边的这块零件给它转出来。手部的收大呢，我这边习惯性的是把大拇指往内收，给它摊直了，其余4个手指握拳就可以了。下一步解开肩部的造型件，然后我们把整个手往下转，再把轮胎放到正确的位置。手臂的变形一开始大家可能会觉得有点绕啊，我们这边就是先把他的手往内收，对吧？手收到这边肯定是正确的，然后发现有点长了，发现这边有一个可以折叠的关节，我们就把它整个零件一个折叠来缩短它的一个手臂长度，这样子它手就可以收纳到车底了。不过侧边就底下这一块呢，我们要注意给它扣一下，形成90度，这样子才算是变形完整的。同时这边也要注意拳头的摆放姿势，我们把整个拳头往上转，避让一下。这时再检查一下手臂根部这边有没有打直，没打直我们给它摆正。两边都变好之后，我们再把它侧边红色这块造型件，根据底下的轴往上转，转到底，这边需要用到点零件的韧性。好了，两边都变好之后大概是这样子。同时我们再来看看腿部的变形。变形第一步先解开小腿侧边的盖板，
再把整个脚往下转，小腿后方的这块造型件往上转到底，这时候可以把小腿内这块零件拉出来了。接下来我们看回脚的内侧，解开银色造型件的卡扣，给它180度转到底，再把整个前脚掌向上折叠90度，再把脚后跟的造型件往内收。小腿造型件这边有个凹，跟银色造型件这块零件刚好可以契合。然后把小腿这块零件，也就是车尾灯的部分，根据滑槽给它滑到底，再往下转。同时再把这整个零件向上旋转180度，小腿后方的这块造型件呢，也旋转180度收到内侧。然后根据膝盖的双动关节向上折叠，然后转到这个程度就可以了。再把前方的红色零件向内收。两边都变好之后，我们把视角调到上方，还是上半身的一个变形。看到后方，可以先把侧边的这块造型件往内收，另外一边也是一样，进行避让往内收。下一步把整条腿往上抬，抬到底。我们再从侧边看一下，整条腿往上抬，抬到底，把整条腿抬到平行的状态就可以了。当抬腿的时候，我们要注意到后方这块造型件会在这边有卡顿的，这边要注意进行零件的避让，不然这边会有磨损。可以看到我这边就经常被刮，给我心疼坏了。向上抬的时候还要注意到大腿内侧有个凸起，对应着裙甲外侧的凹槽。由于这一处的裙甲没有办法左右的活动，只能上下的移动，所以两处卡扣相结合的任务就要交给大腿了。因为大腿的活动度很好，可以左右移动。这边我们先把腿抬起来的目的，就是为了决定它们卡扣相结合的高度。确定好大腿的位置之后，只要把裙甲的凹槽跟大腿内侧的凸起保持在同一平面上，就可以相结合了。这边统一高度之后，不要忘记我们先捏合一下，看一下它们有扣合完成。下一步我们把整个上半身往下转贴合。好，接下来也是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地方，也就是这一块零件，它是软胶件，要把它整个塞到小腿的这个地方。但是这一步的变形呢，容易出点小差错，我这边呢演示一下给大家看。这一处变形的关键点在于这块造型件，然后固定住底下这块轴，把整条腿往上转，同时呢捏住这块造型件往外掰，避让开零件，然后再给它扣回去。好，我们换个视角再看一下，就捏住这块造型件往右侧移动之后，整个腿就可以上去了。变形成功后，这块零件活动是非常好的。变形失败的例子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把整条腿往上抬之后，没有注意到这块零件的位置，也没有进行避让，可以看到这边是活动度非常差，几乎动不了的。还有一个要注意的就是，我们把腿往上升的时候，这块双动关节可能会往前推，我们一定要把它推回去。好，以上都变好之后，我们看看车底。车底脚上部分可以看到有个凸起，对应的是内侧这边有两处凹槽，我们把这边凸起凹槽对准一下给它扣回去，固定住。为什么我在前面的时候要跟大家强调一下这块配件的安装方式呢？就是因为没有安装对的话，会严重影响到你整个变形的一个过程，然后还会影响到整个推车底盘磨地这样一个效果。这边我们要缺口朝向我们，然后往内收之后，可以非常好的贴合住的。这边我也是演示一下，如果安装反的话是什么样的效果。可以看到这边是完全推不进去的，就算变好之后，这一块也很有可能会被挤压出来磨地。好，这边卡扣固定住之后，我们再来上方的一个卡扣，就是脚底这边有个凸起，对着内侧的凹槽给它扣合住。好，两边都变好之后，大概是这样一个效果。我们看到车屁股的部分，这块造型件呢，给它往下转到底。黑色这块零件呢，跟底下有个凸起是可以结合的。那这边注意啊，是上方的这块凸起啊，不是下方的。这一处卡扣的结合刚好也可以检验你大腿有没有摆正。如果摆正了这一块，可以非常顺利的扣下去。我们给它捏合住。接下来车的侧边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处凸起，这里有处凸起，然后这边还有处凸起，三处卡扣可以结合。
先给它往上扣，先给它扣最上方的这一块凸起，然后侧边的一起扣。另外一边我们也是按顺序依次扣合，先从上方这边扣住，然后后方这一块也给它扣进去。最后就是车门这边最牢固的卡扣。下一步我们把整个车窗抬起来，可以看到内侧这边有很多个凹槽跟凸起啊，主要就是黑色这边凹槽蒙上的凸起，我们先给它固定住。固定之前我们可以看到门上这边是有个滑槽的，我们先给它推回去。再把黑色车窗上的凸起凹槽结合，底下车门处这边有个红色的凸起跟凹槽结合，然后车门内侧这边也有个凸起凹槽，给它用力摁住。接下来我们再看到车头的部分，先把车头这两处稍微掰开，到正面我们再把它两侧零件往内收，然后再根据卡扣给它扣合住，两侧都给它捏合住。放回车底，这里有两处凸起凹槽，我们给它扣合住。然后车头这边也有凸起凹槽，给它固定住。固定好车头之后，我们再看回车底这两块造型件，它往内收。好，最后我们再把后视镜给它摆正了，那么这款 UT 独次的车型就变形完成了。变形完整之后呢，整个车的推车滚动性都是非常不错的，而且也不会磨底盘。这次 UT 我觉得两种形态下都是比较还原的，但很多人说这款独次的车头比较短，我这边也是自己拍了一张照片做了个对比，可以看到主要的区别在于 UT 这款独次的车头下唇是缺失的，所以看起来整个车头对比起来会比较短。然后我们再看回人形部分，人形部分呢，整体外观来说呢还是比较还原的。人形状态下比较有争议的就是它一个配色的问题，像这种在室内强光灯下的话，我们可以看到电影中呢，独次也是一种玫红色的状态。大家可能看我视频中我这款独次是比较鲜红色的，对吧？但是实际上日常把玩的话，它是比较偏向一种玫红色。然后高度的话，这边大概是到头顶是 8.5 厘米左右。我这边拿个大家都有的可乐来做对比，因为这玩意儿大家都能买得到。还有个让我比较意外的是，这次 UT 的手型竟然是全可动手，没有听错，全可动手。完了完了 ，UT 的防伪标志都没了。外观看完之后，我们再说一说这次上手的体验吧。这次这款 UT 独次的上手体验，我觉得比以往几款会更舒服一点。原因有几点，第一点呢，就是可能是增加了软胶件的原因。这次软胶部分还是增加挺多处的。第二点，我觉得 UT 这一次的材质比较润，除了第一次变形的时候有些卡扣会比较紧，后续再变的时候都没有任何手疼，也没有什么硌手的地方。要说缺点的话，我觉得有两点，一个就是这个飞轮，就轮翅这边特别容易掉下来，部分的容易掉下来，有些还是比较紧的，有些特别松，在变形过程中很容易掉下来。第二个的话就是头部这边，我不知道我是中奖了吗，还是什么原因，在变形的时候这边随便一扯就能扯下来。不知道 UT 是不是故意在致敬大黄蜂打败毒刺这么一个场景。再来就是配件部分，一把招牌的手炮，然后两把避刃。最开始我还以为是电影中大黄蜂射出导弹的那两个零件，然后后面发现原来不是啊，还送了个类似于迪诺的避刃。我之前很纳闷，为什么还送一把迪诺的避刃？实在想不通啊。直到我发现了这个，